妈，你听爸爸跟你说，囡囡姐姐她只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等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去那里的。等萌萌和姐姐很多年之后，也是会到那里的。囡囡姐姐是不是跟洛尘哥哥的院长妈妈一样死了？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小萌萌扑进顾叶白的怀里哭了出来。哭吧，哭完了，爸爸带你去看他最后一眼。小萌萌在顾叶白的怀里哭了很久，直到哭累了才从顾叶白的怀里出来。你现在已经哭过了，现在爸爸带你去跟叔叔说一声，我们去看囡囡姐姐最后一眼，你不能再哭了，知道吗？好，叔叔，我可以去看看囡囡姐姐吗？胡囡囡的爸爸抬起头看了一眼小萌萌，没有说话。他慢慢的站起身，朝一个方向走去。顾叶白抱着小萌萌，赶紧跟了上去。太平间的护士看了一眼小萌萌，这么小的孩子，你确定要带他进去吗？你害怕吗？没事，我不怕。只能进去15分钟，太平间温度太低，正常人在里面会受不了的。走进去后，小朋友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被吓到哦。我不会害怕的。小萌萌怎么会害怕囡囡姐姐？白布掀开，胡囡囡苍白毫无血色的脸出现在了小萌萌他们面前。只有15分钟时间，我在外面等你们。囡囡姐姐，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健健康康，一辈子无病无痛，幸福快乐。囡囡，对不起，是爸爸害了你，都是爸爸的错。要不是爸爸做了坏事，说不定你就会好好的，等康复了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了。叔叔，你别哭了，囡囡姐姐不会怨你的，囡囡姐姐一定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都是我的错，我要是不绑架你们，说不定囡囡的手术就会成功了，都怪我不应该见钱眼开。失去女儿的男人万分后悔，跪在小囡囡的尸体旁。小萌萌不知怎么安慰胡囡囡爸爸。爸爸，人死不能复生，你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女儿走也走得不安心的。爸爸说的对，囡囡姐姐一定不希望叔叔你这样的。胡囡囡的爸爸把小萌萌和顾叶白的话都听进去了，他一脸悲伤地看着胡囡囡的小脸。15分钟到了，你们该走了。能不能让我跟我女儿单独再待一会？10分钟，不能再多了。好，谢谢。你们该出去了，这个小朋友太小了，继续在这待下去会生病的。萌萌，我们走吧。好。顾叶白抱起小萌萌离开了太平间，见小萌萌难过，也没带她去林默然的病房。林若星跟他们在病房门口遇上。你们刚刚去看默然吗？没有。宝宝这是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呀？我们去看了下那个小女孩。楠楠，她醒了吗？她囡囡姐姐没了。小萌萌十分难过。没了。她昨天手术不是成功了吗？怎么会没了呢？林若星有些不敢相信。护士说昨晚新的心脏出现排异情况，没有抢救过来。你们刚刚去看过了。宝宝来妈妈抱。妈妈，宝宝别难过了，囡囡姐姐一定不希望你为她伤心的。妈妈，你会离开我吗？会呀，妈妈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能陪你到永远的是能跟你相守一辈子的那个人。妈妈不能永远陪着萌萌吗？妈妈也会老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身体会越来越差，然后会像囡囡姐姐那样一直沉睡过去。我不要，我想妈妈永远陪着我。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不要明白。肚子饿了没有？林若星见小萌萌一直难过，就转移了话题。有点。那我们进去吃饭吧，今天你可以不用喝粥了，我已经问过医生了。真的吗？我想吃糖醋排骨。好，有糖醋排骨。吃到了糖醋排骨的小萌萌躺在沙发上。林若星出去了一趟，顾叶白在忙着跟程南一视频会议。就在小萌萌快要睡着的时候，顾灵烟、白洛尘、简阳一、李斯和江红杰来了。妹妹，我们来了。姐姐，洛尘哥哥，杨毅哥哥，小思哥哥，红杰哥哥，你们都来了呀。顾灵烟关心地拉住小萌萌的手。妹妹，你感觉怎么样了？姐姐，我已经没事了，我想着挺好的。妹妹，爷爷知道你被绑架的事情了，他打电话来骂我，说等下次见到我就要打死我，你到时候可要救我呀。没事的，我会帮你的。还是妹妹最好。萌萌妹妹，这是我们给你买的水果，希望你早点出院。谢谢。你们在这陪着萌萌，我公司有点事要回去一趟，你们看好她。爸爸，你放心去吧，我这里有姐姐哥哥们陪我就够了。晚点爸爸给你带小蛋糕。顾叶白离开了小萌萌的病房。我们去看默然表哥吧。可以。李斯他们都没有意见。要不我们等一下，妈妈还没回来，我们现在出去的话，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们的。好。10几分钟过去了，林若星惊讶地看着小萌萌病房多出这么多人。你们都来了呀？妈妈，我们想去看默然表哥，可以吗？我跟你们一起去。好。林若星带着小萌萌和顾灵烟他们一起去了林默然的病房。默然，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漠然表哥，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林嫣表妹。林漠然有些不确定。漠然表哥，你不是一直喊我嫣嫣的吗？抱歉，我对之前的事情记不太清了。嫣嫣乖，漠然表哥失忆了，他不是故意的。我没有生气。还记得我吗？我是白洛尘。哦，我是简阳逸。几人挨个上前做自我介绍。小萌萌站在林洛星身边，小心翼翼地看向林漠然，他不敢上前，害怕漠然表哥像做完梦里的那样责怪他远离他。妹妹，你过来跟漠然表哥说说话呀。小萌萌紧张又害怕地抓着顾灵烟的衣服，久久不敢抬头看林漠然。萌萌表妹，昨天对不起，我刚醒，脑子有点还没缓过来，不小心推了你。他昨天已经接受了自己失忆的现实，而且爸爸妈妈也跟他解释过，救小萌萌是他自愿的，他并不怪这个只见过一次的可爱小妹妹。没关系，我已经不疼了。你不会怪我吧？不会。那你怎么离我那么远啊？我……小萌萌有些无措地看着林漠然，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昨天那个恐怖可怕的噩梦。吃吗？谢谢姐姐，这个好好吃，你尝尝。真的吗？我尝尝。好吃吗？林漠然笑着问。好吃。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渣，嘿嘿。小萌萌对着林漠然灿烂笑了笑。现在的漠然表哥完全不像昨晚梦里的样子，现在已经变得跟从前一样。漠然，我们来看你了。这里是医院，林星河，你个小兔崽子，给我小声点。知道了，嘿嘿。星河表哥，星驰表哥，嫣嫣、萌萌，你们怎么都在这呀？我们来看漠然表哥的呀。漠然，你感觉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了。林星驰眼神一顿，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林漠然，他总觉得今天的林漠然变得怪怪的，说不出来的陌生。林星河捏了捏小萌萌的小脸颊，问：小萌萌，你感觉怎么样了？你反砍我！小萌萌被捏得有些嚼着不清楚。松手！你怎么可以欺负萌萌表妹呢？哇，我是你亲生的吗？下手这么重？不是，你是我从垃圾桶捡来的。那你捡到我的垃圾桶在哪？我自己去找我亲生妈妈。就是某个医院手术室里面的垃圾桶，你自己去找吧。他没事的，星河表哥就是这样，一会就没事了。哦，那就没事了。漠然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在留院观察1天，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小萌萌拽了拽林洛星的衣服，一脸期盼。妈妈，我也想出院。这个妈妈要问过了医生才行。那好吧。妹妹没关系的，我会每天都来陪你的。真的吗？小萌萌双眼亮闪闪地看着顾灵烟。当然是真的，实在不行，我今晚就留在这里陪你不回去了。此时小萌萌的肚子传来了响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小萌萌。饿了？不是萌萌饿了，是萌萌的肚子饿了，跟萌萌没有关系。小萌萌一本正经地回答。对了，是小萌萌的肚子饿了，那萌萌想吃什么呢？萌萌想吃鱼了。好，那我们去吃鱼吧，医院门口有一家不错的餐馆。可是漠然表哥怎么办？我没事，你们出去吃吧。漠然表哥的身体还没好，等他痊愈了，再陪小萌萌吃好吃的，好不好？萌萌遗憾点了点头。吃完饭后，顾灵烟、白洛尘、简阳逸、李斯、江宏杰和林家双胞胎还有周雨婉喊了司机来接回去了。妈妈，今天的那个饭好好吃，我们明天中午可不可以也吃那个呀？今天都还没结束，你就考虑明天中午吃什么了呀？妈妈好不好吗？好，都依你，你想要什么妈妈都答应你，不过你一会要乖乖的打针行不行？打针？好吧，我一会一定好好配合。小萌萌听到打针这2个字，明显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对了，宝宝真棒。夏天已经在小萌萌病房里等了1个多小时了。小天哥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只是我刚刚来了没见到你，我猜想你应该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你去哪了，也不好出去找你，怕一会跟你错过了，所以就在你的病房里等你了。我们刚刚出去吃饭了，小天哥哥，你吃过饭了吗？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晚饭了，这是我给你带的小点心。哇，虽然我很想马上把它吃掉，但是我现在实在吃不下了。没事，这个可以放到你晚上饿了再吃。你在医院是不是很无聊呀？这个给你，你可以拿来打发一下时间。谢谢小天哥哥，我待在这里好无聊，我好想快点出院啊。没事，你应该也快要出院了，你再多忍几天就好了。好了，我也出来很长时间了，我该回去了。这么快就要走了吗？可是我们都还没聊几句呢。小萌萌有些不舍，夏天好笑的摸了摸小萌萌的脑袋。我明天再来看你，今天太晚了。那好吧，小天哥哥，你明天一定要来看我哦。好。2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是小萌萌出院的日子，林漠然昨天下午就出院了。妹妹，我们来接你回家啦。
我们现在走吧。现在还不能走，妈妈去办出院手续还没回来呢。再等等，不着急，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妈妈已经帮忙收拾好了。顾灵烟一脸后怕的对小萌萌小声说：漠然表哥也出院回家了。昨天外公和外婆知道漠然表哥住院的事情，把二舅舅狠狠地骂了一通。还好他们和爷爷奶奶不知道你也住院了，不然爸爸和妈妈也逃脱不了一顿挨骂。那我今天回家，爷爷奶奶会不会问呀？不会，他们这2天出去玩了，大概下周才会回来呢。哦，姑姑呢？姑姑说她心情不好，出去散心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哦，好了，我们可以出院了，你爸爸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哦，终于可以出院了。出院就这么开心呀？当然了，再不出院我都要发霉了。他们出到医院门口，爸爸，萌萌乖，你身体还没好全，我们先回家，等过几天爸爸再带你去看外公，好不好？那好吧。我喊司机送你们吧。不用了，我已经喊人来接了，人已经到了。那好，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随时联系我。好的。车子很快行驶到顾家。快，萌萌小姐先用柚子叶水洗手，去霉运。房间里柚子叶泡澡也准备好了，等一会洗完澡换身衣服后，霉运以后离萌萌小姐远远的。萌萌小姐接下去一定会健健康康、顺顺利利。李奶奶、刘爷爷好。小萌萌把2只小手放进柚子叶水里洗了一下。上一次的绑架不光是给小萌萌和林默然带来了伤害，也给林洛星这个当母亲的心里留下了很严重的阴影。宝贝乖，用柚子叶水有神奇的功效，能把不好的事情全部赶跑。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我听妈妈的话，要多多洗，去掉不要的运气。对，去掉不好的运气。都进去吧。顾叶白抱着小萌萌，牵着林洛星朝里面走了进去。他们丝毫没注意到忘记了什么。顾灵烟站在原地，看着已经把他给遗忘的2人，无语地盯着他们的背影。还是小萌萌第一个发现姐姐被落下。姐姐，你快跟上呀！顾灵烟跑到顾叶白和林洛星的面前，一张小脸气鼓鼓地看着顾叶白和林洛星。你们2个竟然把我给忘了。对不起，爸爸妈妈不是故意的。哼，今天看在妹妹出院的日子，我不跟你们计较。再有下一次，我就回外公家告状。好，不会有下次了。遭受了多次伤害的小萌萌现在终于得以安息，而在家休养的小萌萌没想到在花园遇到了之前也同样遭到苦难的好朋友小悠悠。咱们来看看妹妹怎么了。顾灵烟察觉到小萌萌怔住，姐姐。不远处一个小小的身影叫小萌萌觉得十分熟悉，她跳下秋千，想要验证一般朝前跑去。悠悠，你是？悠悠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你是萌萌？是我。悠悠，你怎么会在这里？悠悠是萌萌还在简元星身边的时候认识的，他俩经常会在一家面包店门前遇见，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那里有诱人的香气。面包店老板会送他们一些灵气的面包。悠悠很想告诉萌萌她被爸爸找了回去，家里还有8个宠爱自己的哥哥，但她更好奇的是萌萌怎么突然会说话了。萌萌，你现在能叫我的名字了。我现在会说话了。悠悠，你还没回答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妹妹，这个是谁？你们认识？姐姐，她叫悠悠，我们以前挨饿的时候会在一起找吃的。萌萌以前被简元星虐待，这是他们一家人的痛。顾灵烟听见小萌萌说这个妹妹从前也同样过得不好，瞬间有些心疼。你好，我叫顾灵烟，是萌萌的姐姐。灵烟姐姐你好，我叫悠悠。悠悠声音有些怯懦，萌萌的姐姐长得太好看。萌萌，能在这里见到你真高兴。我从舅舅那里离开了，回到了爸爸和哥哥的家里。那你的爸爸和哥哥会打你吗？萌萌还对悠悠从前身上的出现的伤记忆犹新。当然不会，爸爸和哥哥不但不会打我，还对我很好，给我买漂亮的裙子和很多好吃的，还会送我去上学。那你现在是住在这里吗？我住在这里附近，那真的太好了，我们以后又能经常见面了。妹妹悠悠，我们现在就能在一起玩。3个小姐妹迅速融入到一块，萌萌还和悠悠互相说了许多话，都是她们之前那些不好的遭遇。又过了几日，到了去探望简老爷子的日子。我们要去医院看外公吗？顾叶白抱起小萌萌笑着说道。我已经问过了，简老爷子已经出院了，现在在简宅静养。我去会不会不让进呀？妈妈放心，不会的，外公最疼萌萌了，只要萌萌开口，外公不会为难妈妈的。是吗？那就要拜托宝宝替妈妈多跟你外公美言几句了。简外公真的很疼妹妹，妹妹不管说什么，简外公都会答应的。好了，我们出发吧。1个小时后，一家4口出现在了简家老宅大门口，他们在大门口就遇到了熟人。陆爷爷。萌宝你回来了。回来看外公。听说你受伤了，都好了吗？
都已经好了。陆爷爷也刚好来看你外公，我们一起进去吧。陆老爷子有意无视顾叶白和林洛星他们。好呀，爸爸妈妈姐姐你们要跟上哦。陆老爷子没好气的看了一眼顾叶白，说道：你不用管他们，在这还能丢了不成？陆爷爷你要再这样说，我可要生气了，我就再也不陪你下棋了。好了，陆爷爷不说就是了，我们走吧。陆老爷子看着小萌萌的可爱模样，只好无奈的妥协。进到客厅，李叔笑着迎接小萌萌。小小姐，你回来了，陆老也来了。李爷爷我回来了，我爸爸妈妈和姐姐也来了。等那家伙醒了没有？老爷子已经醒了，你们先在这坐一会，我上楼去喊老爷子下来。等简老爷子刚好这会从楼上走了下来。外公，乖宝，快过来给外公看看，最近是不是瘦了呀？简老爷子看到小萌萌的那一刻，感觉心都要化了。哪有，我都胖了，不信你看，我都有小肚子了。简老爷子拉着小萌萌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下。呀，真的胖了，这次遭了这么大的罪，伤都好了吗？都已经好了，一点疤都没有留下。好了就好。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再活个10几年没什么大问题，就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看见萌宝结婚。一定可以的。外公一定会等到那时候的。老爷子，这个是我们给您准备的见面礼，之前的事情是我的不对，希望您能原谅我。外公，作为爸爸的小帮手，简老爷子还没开口说话，小萌萌就已经开始拉着外公的胳膊撒娇了。好了，外公都还没说什么，你这就护上了。外公你最好了。既然乖宝已经原谅你了，我也不为难你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乖宝以后每个月必须来简宅住1周。这个没问题。以后我要是再见到你欺负我家乖宝，我就让乖宝跟你断绝关系。老爷子您放心，以后我会好好对萌萌的。简老爷子拉起小萌萌的手。乖宝你记住，要是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不要怕他，外公永远是你的后盾。谢谢外公。简外公你放心，要是爸爸再敢欺负妹妹，我就让妈妈跟他离婚，我们不要他了。顾灵烟也是个贴心的漏风小棉袄，顾叶白直接就被自己女儿给气笑了。有你这么教唆你妈的吗？你妈要是跟我离婚了，你就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了。哼哼，你要是对妹妹不好，我不介意让妈妈换个老公。顾灵烟一脸傲娇的看着顾叶白，顾叶白被气得直接说不出话来。杨毅哥哥不在家吗？杨毅少爷还没起床呢。去喊他起床，家里来了这么多人，他怎么好意思还继续睡着？是，我这就去喊杨毅少爷起床。李叔说完就朝楼上走去，林洛星上前跟简老爷子打招呼。简老您好，我是顾叶白的妻子林洛星，今天冒昧打扰了。简老爷子淡淡的瞟了一眼林洛星，没有说话。外公，你怎么不理我妈妈呀？作为爸爸妈妈最贴心的小棉袄，小萌萌帮过了爸爸，怎么会不帮妈妈？你好，我听萌宝说起过你。外公，你不可以对妈妈这么凶，你要是再这样，萌萌就不喜欢你了。萌萌不可以这样跟你外公说话，简老您别介意，萌萌平时不是这样的。你就这么喜欢她做你妈妈吗？你就这么喜欢她做你妈妈吗？妈妈对我很好，至少她没有像那个妈妈一样欺负我。即使我不是她生的，但是她还是对我很好，甚至有的时候比对姐姐都要好。好了，外公知道了，我不那么跟他说话了还不行吗？简老爷子最后还是败给小萌萌，直接投降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妈妈你别害怕，外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有宝宝在，妈妈不怕。都坐着吧，别站着了。好的，谢谢。中午都留下来吃午饭吧。我中午就不在这吃了，我也看完你了，见你也没什么大碍了，我就准备回去了。走啥走？坐下。你中午要是不留下来吃饭，我跟你急，我跟你说。陆爷爷别走，萌萌想跟你一起吃饭。小萌萌走上前，牵住陆老爷子的衣角摇了摇，这下陆老爷子想走都不成了。那就吃完午饭再走。席间饭菜上桌，好吃的多到小萌萌双眼晶亮。这时简阳一打着哈欠从楼上走了下来。早呀，妹妹你来了。杨毅哥哥，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熬夜打游戏了呀？嘿嘿，被你发现了。熬夜不好，杨毅哥哥，你以后可以不要熬夜吗？我尽量哈。尽什么量？从今天起，你要是再敢熬夜一次，你就给我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是。简阳一这下不敢说什么了。乖宝呀，你今晚就留在外公这不回去了吧？不
行不行，我们明天要跟洛尘哥哥他们出去玩的，我们已经说好的。出去玩？妹妹，为什么你们出去玩不带上我呀？我们这不是来告诉你了吗？你们几个人去呀？有我、姐姐、洛尘哥哥、漠然表哥、星河表哥和星驰表哥，现在又加杨毅哥哥，就是7个人啦。就你们几个吗？简老爷子有些不放心。是呀。不行，让东淼和南星跟你们一起去，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小萌萌瞪大了双眼，有些困惑。他不明白出门玩而已，为什么要带南星叔叔和东淼叔叔？你们去哪里玩呢？好像是去一个叫喜园的古镇上玩。我给你们一个电话，如果你们在那边遇上了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就说是我让你们找他的，他就会帮你们了。好的。小萌萌他们在简宅吃过晚饭才走，走的时候顾夜白手里提着2大盒蛋糕，是下午林洛星和小萌萌做的。回到顾家，此时夏天也不知道他在门口等了多久了。萌萌，小天哥哥，这是我下午新学的小蛋糕，你尝尝。这是他特地给夏天哥哥留的，你自己做的，萌萌真棒。萌萌，你今天去哪了呀？我今天去看外公了。哦，那你明天有空吗？明天啊，明天我们要出去玩。小天哥哥，你最近有时间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呀？小萌萌真的很想夏天哥哥也跟着一起去玩。可以呀，我有时间。去哪里？要去几天？去喜园的古镇玩，去几天洛尘哥哥没有说。那好，明天几点出发？这个一会我回去问一下洛尘哥哥，晚点我给你发信息。好的。小天哥哥，你吃过晚饭了吗？吃过了。那你要进来玩一会吗？不了，明天要出去玩的话，我要回去跟我爸妈说一声，还要收拾一下行李。哦，那好吧。小萌萌有点小失望，她还以为现在就跟夏天哥哥在一起玩呢。顾灵烟过来拉小萌萌，妹妹，我们回去吧。小天哥哥，我要回去了，拜拜。哦，早点休息。小萌萌跟着顾灵烟进了家门。他是不是也去？我邀请小天哥哥跟我们一起，人多热闹。行吧，随便你，你开心就好。姐姐，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小天哥哥呀？因为他每天臭着一张脸，明明就比我大1岁，总是一副看小屁孩的表情，这让我不爽。提起夏天，顾灵烟总是忍不住嫌弃。可是漠然表哥不是也差不多吗？小天哥哥只是不会表达而已。你当然不觉得啦，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好了，姐姐你别不高兴了，要是小天哥哥凶你的话，我帮你骂他。哟，你舍得呀？我为什么不舍得？没什么，我们赶紧回去吧。第二天清早，林洛星就来喊醒了小萌萌和顾灵烟。萌萌早。小天哥哥早。不是8点集合吗？现在8点了吗？我爸妈今天出门的早，所以我也起得比较早。吃过早饭了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再吃点？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白洛尘这会正巧从楼上下来。我觉得你应该再吃点，我们一会要坐很久的车，大概中午才能到。小天哥哥，你别不好意思，跟我们再吃一点呗。好吧，那就打扰了。这边林家的3位表哥都已经到了，简阳毅却迟迟不见身影。小萌萌给他打去电话才知道，简阳毅竟然又因为熬夜赖床了。妹妹，简阳毅拖着行李姗姗来迟。哥哥，你怎么到的这么晚？是不是昨天又打游戏了？简阳毅挠着脑袋保证，嘿嘿，下次不会了，我保证。快出发吧，不然来不及了。白洛尘带着他们直接进来了景区，他只是拿出一把钥匙给验票员看了一眼，验票员就让他们直接进去了。简阳毅靠近白洛尘，小声好奇问：你刚刚给他们看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门票？我也不知道，只是你们姑父怎么跟我说的，我就怎么做而已。小天哥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不需要门票就能进吗？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古建筑，这里很多人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虽然这里被国家归为了景区，原本住在这里的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离开。既然这里都是他们家了，他们回家当然不需要门票了。而且你发现没有，这里的门锁都是电视剧里的那种古代的锁，这种锁的钥匙很特殊的，所以凭着钥匙就可以出入这里了。哇，小天哥哥你好厉害，真是什么都难不到你。你们2个别聊天了，一会别跟丢了。姐姐，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门票就可以进来了。姐姐你要听吗？你说。就是因为……小萌萌兴奋地跟顾灵烟分享。哦，这样啊。都是小天哥哥告诉我的。我们到了。
小萌萌本想着和哥哥姐姐去古镇玩散散心，没想到的是小萌萌却被毒蛇咬伤了，又得打针了。咱们来瞧瞧。哇，姐姐好漂亮！园林里还有不少举着手机拍照的游人。您好，这里是私人园林，只能观赏，不允许拍照，请把刚刚的照片删掉。夏天哥哥，刚刚那个叔叔说这里是私人的，这一大片漂亮的地方都是属于一个人的，那这里会是属于谁的呢？看这里的庭院建筑都属于皇家园林，可能是属于哪个皇室后裔的。夏天说完陷入了沉思，他们一行人来的时候不需要门票就能进入，而且明显是萌萌爸爸事先安排好的。能动，妹妹，这里真漂亮。顾灵烟满眼新奇，拉着萌萌到假山骑士旁摆 pose， 白洛尘一脸无奈的配合拍照。萌萌渴了吗？谢谢夏天哥哥。我们这么多人玩，你就只给妹妹拿水喝，我们的呢？白洛尘、简阳一见状一同问道。我们的呢？夏天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们一眼，对顾灵烟说道：我递的水，你喝吗？我才不要！你把水递给我们，我们要。不好意思，就硬盆。简阳一、白洛尘等人纷纷无语，虽然无语，但对夏天的区别对待也早就习以为常。夏天哥哥，你看蝴蝶。小萌萌被蝴蝶吸引，不由自主往前去。夏天赶紧喊了一声：萌萌，姐姐，快来看，好漂亮的蝴蝶！顾灵烟也被这些漂亮的蝴蝶吸引了。是啊，好漂亮啊，真想把它们全拍下来，带回家给妈妈看。那还等什么？你跟萌萌过去，我负责给你们拍照。夏天哥哥，你快看！一只通体蓝色花纹发光的蝴蝶停留在小萌萌指尖。此刻小萌萌和蝴蝶互相映衬，就连夏天的靠近，蝴蝶也没有飞走。这是长鸢尾蝶，是南非那边稀有的品种，我们这边很难见到的。顾灵烟指着一只全黑的蝴蝶问：那这个呢？这是烟雨蝶，也不是常见的蝴蝶。夏天哥哥，你懂得真多。还好萌萌要是上学了也会学到这些。萌萌妹妹，你别光夸夏天一个人，这些蝴蝶我也认识的。你看那个叫虎斑蝶，你看它的花纹像不像老虎身上的花纹？真的耶！几个人在新奇的世界玩得不亦乐乎。夏天第一个跑过来：小萌萌你怎么了？妹妹怎么了？简阳一、白洛尘、林默然等人也赶紧过来，就见不远处头部是三角的长蛇，还挑衅的对他们吐了吐信子，而小萌萌的小腿上赫然2个流血的牙印。妹妹被蛇咬了，那蛇肯定有毒，我记得自然科学课上讲过，颜色越是艳丽，头还是三角的蛇肯定有毒。有毒！一直暗中保护的保镖走了出来了。小小姐被毒蛇咬了，赶紧送她去医院。随后保镖抱起惊吓过度的小萌萌直奔医院。几个小时后，顾叶白和林洛星风尘仆仆来到医院。萌萌怎么样？萌萌已经打了抗毒血清，大夫说目前没有大碍，只是什么？林洛星又急又心疼。只是毒蛇的毒抗毒血清可以排除体内，但萌萌好像有其他的药物过敏。怎么会药物过敏呢？大夫有没有说我女儿什么时候能从急救室出来？萌萌之前就因为芒果过敏过。你先别急，我先找大夫问清楚。顾叶白去找大夫，顾灵烟眼睛红肿的看向林洛星。对不起妈妈，是我没有照顾好妹妹。对不起姑姑，是没注意到草丛里有毒蛇，萌萌才被咬的。也有我的责任在，如果不是我总是拉着萌萌拍照，她就不会躺在医院里了。几个孩子纷纷自责的道歉。好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想萌萌也不想这样，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们先回酒店休息，等明早萌萌好一点再来看她。林洛星吩咐保镖把几个孩子送到酒店休息。妈妈，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陪着妹妹？林洛星叹气。妍妍，妈妈知道你很自责，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妹妹，才让她被毒蛇咬伤。顾灵烟哭出声。但照顾好孩子是每个做爸爸妈妈的责任和义务。萌萌又受伤，最自责不应该是你们，而是爸爸和妈妈。妈妈，嫣嫣不想离开，那就在这里陪着妈妈，等妹妹醒来。顾灵嫣嫣投入妈妈的怀抱。第二天清早，萌萌一睁眼就是满世界的白色，她认得这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是医院里才有的。她这是怎么了？小萌萌明明记得自己昨天在跟姐姐他们玩，还见到了许多漂亮的蝴蝶，腿上陌生的疼痛让她想起来自己是被毒蛇咬伤了。妈妈，爸爸，萌萌，你感觉怎么样？顾叶白、林洛星和顾灵烟走到床边。我感觉腿有一点疼。只有腿疼吗？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萌萌摇头。没有。既然没有哪里不舒服，那先吃点东西吧。吃完早饭还要去打针。打针？是啊，大夫说你有消炎的药物过敏，所以正常只打1针的药，要分成几次打才行。没关系，爸爸妈妈都会陪着你的。
众所周知，小萌萌不怕被欺负，不怕疼，就是怕极了打针。顾灵烟握住小萌萌的手，妹妹不怕，如果实在害怕打针，那就你打几针我就打几针。说着安慰的话，其实嫣嫣还是在自责。不要。小萌萌其实怕极了打针，但姐姐说要陪着她打，那她就不怕了。诊疗室里，小萌萌窝在顾叶白怀里，给自己不停打气。呜呼，萌萌不怕打针，萌萌最勇敢了。妹妹不怕，我跟妈妈都陪着你。萌萌不害怕，护士姐姐肯定轻轻的，像吹了一口气一样，根本感觉不到疼。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护士举起针头的时候，小萌萌害怕的脸转向一边，却在窗外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跟从前一样，带着恶毒的光芒。萌萌，爸爸，针打完了吗？打完了。萌萌在看什么？此时的萌萌脸上并没有出现疼痛的表情，更多是害怕，准确来说是惊恐。没什么。是不是不疼？年轻的护士对自己的技术很有自信。萌萌果然是妈妈见过最勇敢的孩子。是呀，针头扎进皮肤里，我都没敢看，妹妹却一声都没喊疼。林洛星和顾灵烟说着安慰的话，小萌萌却一句没有听进去，大脑里面全是帘子后面那双怨毒的眼睛。简元星从前对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人害怕，而现在的简元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来？刚被蛇咬的小萌萌在医院居然又遇到了伤害过多次自己的亲妈简元星，这次得了肾衰竭的她又要对萌萌做什么？咱们来瞧瞧。妹妹，你刚刚在看什么呀？没什么。简元星给小萌萌带去不好的回忆太多了，她不知道该不该跟姐姐说在医院里又看见了亲生妈妈。顾灵烟拉住小萌萌的手，妹妹，我们之间是不能有小秘密的，我有秘密就会告诉你，你也一样，也要告诉我哦。小萌萌犹豫再三，还是把看见简元星的事情说了。顾灵烟吃惊的捂住嘴巴，他怎么会来这里？小萌萌摇了摇头，她也很想知道简元星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医院里。妹妹，你等等我。顾灵烟趁着顾叶白和林洛星不注意，跑到护士台，没多一会又跑回来。妹妹，你们在说什么？没什么。萌萌和顾灵烟不约而同，没把简元星出现在医院的事情说出来。时间也不早了，萌萌打了这么多针，也该吃午饭了。宝贝们想吃什么？妈妈去准备。水饺、水煮鱼。萌萌身体还没恢复，暂时还吃不了辛辣的，不过水饺是可以的。妹妹，这次你先陪我吃水饺，等你身体好了，我再陪你吃香香的水煮鱼。好吧，那姐姐下次一定要陪我吃水煮鱼哦。那是一定的。午饭过后，顾灵烟和小萌萌趁着顾叶白和林洛星都不在病房，两个小脑袋赶快凑在一起。她在肾脏科病房。是的，护士姐姐就是这么告诉我的，绝对不会错，好像还是很严重的病。那是什么病呢？是肾好像要死了。护士姐姐说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好像是从你回家以后，她的身体就不行了。肾要死了？你说会不会死呀？死。小萌萌眨了眨眼睛，不太能理解肾要死了的意思，但她隐约能明白，简元星应该是得了很重的病。如果躺在太平间的人从胡囡囡换成简元星，那小萌萌会不会伤心？不管怎么说，有她出现的地方都会出现不好的事情。顾灵烟叮嘱妹妹，虽然她是你以前的妈妈，但她对你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漠然表哥被她害得失忆都还没好，面对她，你可千万不要心软。当然不会。那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爸爸妈妈吗？暂时先不要吧，爸爸那么讨厌他，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不是更好？年幼的顾灵烟说不出更恶毒的话。正说着，白洛尘、林星和林默然、简阳一到了病房。妹妹，我们来看你了。洛尘哥哥、星河哥哥、默然表哥、杨毅表哥，你们来了。夏天哥哥呢？夏天有事出去了一趟，好像去什么地方问过敏的事情。过敏？小天哥哥是因为我的事去奔波的吗？萌萌妹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腿还疼吗？萌萌摇了摇头，不疼啦。真的不疼了？杨毅哥哥，真的不疼啦。萌萌腿上被毒蛇咬了那么深2个洞，怎么可能说不疼就不疼呢？简杨毅他们心知小萌萌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便也不再多问，他便掏出手机。萌萌妹妹，你躺着也无聊，咱们来玩游戏吧。玩游戏？简杨毅，我妹妹现在在住院，而且她的胳膊上挨了很多针，你怎么能让她打游戏？挨了很多针，这是怎么回事？大夫说我是过敏体质，一针能打完的药要分成很多针。那是不是很疼？还好。简杨毅一心想哄表妹开心。既然萌萌胳膊不方便，那我们玩游戏，萌萌可以看着呀。下午林洛星回来的时候，把正在挨在一起打游戏的简杨毅和白洛尘叫保镖把他们都送了回去。简元星这边说好的，抽了那小姑娘的血，你就给我钱。钱已经给你一部分了，不要再磨蹭，否则惊动了他们，你1分钱都拿不到。夜幕降临，2道鬼祟的身影出现在小萌萌病房外，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得了重病的简元星和护工。病房内一片静谧，小萌萌睡梦中就感觉有人翻动着自己的身体，梦里简元星举着比钢针还粗的针头，正步步朝他逼近。
是谁？病房内霎时间亮起了灯，林洛星在小萌萌要睁开眼的瞬间捂住了她的眼睛。妈妈，怎么了？宝宝，有不好的人来了，别看。小萌萌懂事的点点头。好的，妈妈。你是谁？要对我的女儿做什么？我当场被抓包的护工六神无主的看向门外，门外却早已没有了简元新的身影。来人，把他带下去。保镖带走了鬼祟的护工，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顾夜白去而复返。怎么样？你和萌萌先睡，其他事明早再说。爸爸，是不是简元新又来找我了？顾夜白吃惊。萌萌，你知道？我知道的。白天打针的时候，我就看见窗外的人像他，没想到他晚上就找过来了。爸爸，他还想对我做什么？难道又要绑架我吗？他本人没有来，是雇佣了一个人。他要对我做什么？这个暂时爸爸还不清楚。他的肾要死了，他是要来拿我的肾给他吗？你怎么知道？是谁跟你说的？萌萌摇了摇头。没有，是姐姐找护士问的。护士告诉她简元新的身体不行了，可能就要死了。顾夜白和林洛星心头一致。刚刚顾夜白已经从护工的口中得知，简元新得了急性肾衰竭，因为生病在看守所里办了保外就医，现在急需换肾维持生命。这次雇佣护工抽小萌萌的血，也是要做血液配型。年仅几岁的小萌萌，只是知道自己亲生母亲肾得病，就能猜到简元新要做什么。林洛星心疼安慰：好了，萌萌乖，别想那么多。你现在的妈妈是我，你还有姐姐，有爸爸，我们都会好好保护你的。我有很爱我的妈妈，有姐姐，还有爸爸。萌萌要把不好的事情都忘掉。对，都忘掉。家庭排名再次垫底的顾夜白在心里叹了口气。时候不早了，萌萌和妈妈早些睡，爸爸还要处理些事情。第二天清早，听完萌萌说昨晚她睡着时候发生的事，顾灵烟吃惊不已。他难道真的要打你的肾的注意？不知道。小萌萌早已对简元新失望透顶。他现在想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我已经不在意他了。我相信爸爸和妈妈能保护好我的。你们在说什么？谁要打萌萌的主意？正说着，夏天和简阳一几人走进病房。对啊，萌萌还说不在意，是谁大清早又惹萌萌妹妹生气？还能是谁？就是你的好姑姑，萌萌之前的妈妈简元新。姑姑，她不是走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里？谁知道她又要干什么坏事？不过她的肾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病，为了治病还要来打小萌萌的主意。最严重的肾病的确是需要换亲人的肾脏，小萌萌是她生的，她再次对小萌萌起不好的念头也很正常。不过为了保护好萌萌，顾叔叔得加强防范才是。顾灵烟难得赞同夏天说的话。你说的对，等下我告诉爸爸，这次可一定保护好妹妹才行。萌萌看着众人左一言右一语，都是在担心自己，顿时感觉心里暖暖的。谢谢小天哥哥，谢谢姐姐，你是我的亲妹妹，对我就不要再说谢谢。不客气的，萌萌。这边他们在说着话，简阳义却一直在出神，他在思考要不要把简元新再次出现又身患重病的事情告诉爷爷。毕竟爷爷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忘记简元新。顾夜白走进病房，萌萌，还记得囡囡姐姐吗？爸爸这边有些事情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萌萌当然记得囡囡姐姐。囡囡，胡囡囡。顾灵烟愣住一下，他不是。其实不是他，是他的爸爸，想要见你一面。是胡叔叔。是他。2天前，胡囡囡的爸爸找到顾夜白，说想要在自首前见萌萌一面。顾夜白本来是要拒绝的，但同样作为父亲，看着胡爸爸一夜白头，还是心软了。只见萌萌嘛，我们不能去吗？没事，他不会再对萌萌做什么，我跟你们林阿姨也会陪着。那爸爸，胡叔叔见萌萌要做什么？他想向你道歉。道歉？萌萌思考了一下。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了，对吗？是的，不光觉得自己错了，而且还把胡囡囡手术失败归结到自己的身上。顾灵烟拉住萌萌的手说：现在认识到了错误有什么用？难道胡囡囡还能醒过来？萌萌没有被绑架过，漠然表哥就能彻底好起来吗？爷爷，囡囡已经走了，他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受到了最大的惩罚。他虽然是来求得萌萌的原谅，但我觉得他其实更想的是让囡囡原谅他。毕竟胡囡囡才几岁就失去了生命。那我去见他吧，但妈妈和爸爸还有姐姐要陪着我。好。这边墓园里，萌萌远远就见墓碑前跪着个佝偻的男人，而墓碑上赫然就是胡囡囡的照片。妈妈，那个就是囡囡姐姐的墓碑吗？是的。公共墓园里，山体排满了墓碑。林洛星有些不放心。萌萌害怕吗？有爸爸和妈妈姐姐陪着，萌萌不怕。囡囡姐姐，我来了。曾经鲜活的人，如今变成坚硬墓碑上一方小小的照片。虽然照片上胡囡囡笑容大大的，但小萌萌还是一下就红了眼眶。这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礼物，还有漂亮的花，
这是我最喜欢的洋娃娃，希望你能喜欢，以后有它陪着你，你就不孤单了。你们来了。囡囡爸爸站起身来，听见小萌萌的话，瞬间红了眼眶。胡叔叔，你好。萌萌你好，顾先生、顾太太、顾小姐，你们好。你好。萌萌小姐，之前是我的不对，不该鬼迷心窍绑架你，让你遭遇危险。现在，囡囡爸爸想说自己也因此遭受了惩罚，只是这惩罚对他而言太重，并且无法挽回。没关系的，我知道你是为了给囡囡姐姐治病，没有办法才那么做的。我之前就已经原谅了你，以后也不会继续记恨你。我知道你没有在记恨我。囡囡爸爸哽咽的有些说不下去。他只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萌萌小姐，我知道我要求很过分，但我还是跟顾先生、顾太太请求一下。你有什么请求？只要不过分，我们都能答应你。其实时间最是无情，若是胡囡囡跟小萌萌早一点遇见，面对他们的窘境，顾叶白二话不说就会施以援手，但现在一切都晚了。蛇，你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我们都能答应你。其实，林洛星犹豫了下，因为在他看来，当父母的失去孩子，已经比什么刑罚都要重了，自首对于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我想抱一下萌萌小姐，因为我看见她就会想起我的女儿囡囡。顾叶白他们同时愣了一下，谁也没想到囡囡爸爸口中过分的要求竟然是这个。可以。小萌萌主动张开手臂，跟女儿一样幼小的身体投入怀抱，囡囡爸爸瞬间泣不成声。囡囡是爸爸对不起你，如果不是爸爸做了错事，你的手术说不定就会成功，你也不会失去生命，爸爸也不会失去你。你才几岁，还没有上过学，因为生病没有吃过很多好吃的，没去过游乐场，没玩过很多好玩的东西。囡囡爸爸很多没说口的话都变成了泪水。妈妈，失去囡囡姐姐，她应该很伤心吧？车上萌萌望向身后，囡囡爸爸被铐手铐上了警车。作为父母失去孩子，肯定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林洛心不由自主回想起小萌萌被绑架的时候，他把小萌萌和顾灵烟抱进怀里。妈妈的2个宝贝，以后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大。妈妈，我们一定会的。我跟姐姐一定会健康长大的，以后我们都要陪在妈妈爸爸身边。墓园的另一边，简元星坐在轮椅上，眼中凝结出浓浓的憎恶。1周后，幼儿园门口。姐姐，你快看，我胳膊上的针孔是不是都没有了？没有啦，放心吧，你最近一次打针都是在3天前，针孔肯定都没有了。幼儿园老师肯定不会多问你的。许久不曾上学的小萌萌心里有些紧张。宝宝这么久不上学，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很想你，不会多问你什么的。顾叶白和林洛星已经在幼儿园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安保人员，以确保简元星再次威胁到小萌萌。幼儿园门口2辆车同时停下，小萌萌愣了一下，因为对面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好朋友悠悠。悠悠就向前跑去。萌萌，你怎么会在这里？还有嫣嫣姐姐，难道我们是一个幼儿园？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附近这里的幼儿园最好，当然是在一起上学了。厉兆宇看了一眼2个女孩身后的大人，知道那就是顾家的家主和家主夫人。顾先生、顾太太，你们好。你好。厉太太最近怎么样了？大人这边寒暄着，3个小朋友已经手牵着手朝幼儿园里走去。幼儿园另一侧，他们把那个小孩保护得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有机会下手？没有机会下手也要下。简元星此时已经虚弱的不行，连出行都要靠着轮椅。我的命都在那个臭丫头身上，我花钱雇你们，你们能办到要办，办不到也要办。从前简元星有着简家大小姐的身份，雇佣的都是最精锐的保镖，而现在却只能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还是都有过安迪那种。第3节课，老师在讲猴子捞月的故事，其他小朋友都聚精会神的听着，只有萌萌神游天外，注意力不知跑到了哪里去。这边顾灵烟出来上厕所，顺便来看看妹妹，看到妹妹在发呆，就和班级老师打下报告，然后把小萌萌拉着出了班级。姐姐，你不是要上卫生间？这不是去卫生间的路呀！你一整个上午都在跑神，我就猜到你肯定是在想跟悠悠玩。被姐姐猜中心思的萌萌嘿嘿笑了2声。顾灵烟带着妹妹很快到了悠悠的班级，悠悠的老师讲着更加无趣的童话故事，而且还是全英文。全班的小朋友睡倒了一半，就只有悠悠聚精会神的听着。悠悠，悠悠转过头，就见门外露出2个可爱的小脑袋，她瞪大了眼睛，用眼神询问顾灵烟跟萌萌怎么不好好听课，怎么跑到他们班上来了。小萌萌朝悠悠招了招手，悠悠，出来玩呀！悠悠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老师，又看了看窗外的2个姐姐，摇了摇头，到底是没敢动。正好这时下课铃声响起，悠悠跑出教室。萌萌、灵烟姐姐，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找你玩呀！
是呀是呀，猴子捞月好没意思，你们老师讲的童话更没意思，还全都是外语的。悠悠，你能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吗？悠悠摇头，听不懂，我只能听得懂 hello 和拜拜，还有简单的几个英语单词，但以前我都没上过学，现在爸爸和哥哥能送我上学了，我不想辜负他们。那好吧。顾灵烟没想到悠悠的思想负担这么重。现在下课了，咱们一起去玩滑梯吧。再等等，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你们就是悠悠总挂在嘴边的萌萌姐姐和灵烟姐姐吧？我们是。糖糖一出场就带着聪明小孩的乖巧劲，让人看了就喜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有糖，萌萌姐姐、灵烟姐姐叫我糖糖就好了。哦，悠悠管你叫糖糖，我还以为你的名字就是2块糖果加在一起呢。不是啦，糖也是汉唐的糖。哦，你的名字真好听。你的名字也好听。糖糖夸完了萌萌，也不忘了夸顾灵烟。灵烟姐姐的名字也好听，春风春雨花惊艳，江北如画入灵烟，真的是好名字呢。哇，糖糖你竟然会背古诗。糖糖的妈妈都是老师，教会糖糖可多东西了。是这样的，就像我的名字里有糖，中华强盛自汉唐，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很高，所以才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那真的是很厉害呢。是的呢，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竟然这么好听。灵烟姐姐的名字很有诗意，看得出来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会很爱你，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给了你很多期待，才会给你起这么好听的名字。真的这样的吗？当然啦。小萌萌和悠悠2个小可怜目光同时暗淡下来。萌萌和悠悠的名字并不难听，但一听就知道没有用心，不是像顾灵烟那样集齐了父母对孩子所有的期待。妹妹在看什么呢？走呀，我们去玩滑梯，去晚了就没位置了。滑梯。刚从滑梯顶部滑下来的萌萌被几个女孩子围住，一时愣住。这滑梯是我们的，你们赶紧让开，我们要玩。滑梯不是幼儿园的公用设施吗？怎么说是你们的？再说那边不还有空滑梯吗？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让出来给你们？他们就是这样，别理他们。悠悠站在一边，虽然没说话，但眼神已经跟丽佳对上了，跟从前一样，丽佳还是很讨厌他。你们要想在这里玩也不是不可以。胖胖的小女孩指着悠悠说道，只要你们3个不跟这个乡下来的有臭味的人一起玩，我们就让你们继续在这里玩滑梯。乡下来的，身上有臭味的人。萌萌四处看了看，我们这里都是香香的女孩子，没有你说的有臭味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小萌萌看胖女孩还没怎么动，就满身大汗，好奇地问，今天是有些热哦，还没到中午你就出了一身的汗，是不是你的身上有味道，所以才这么说别人的呀？顾灵烟和糖糖被逗笑了一下。你敢这么说我？你可以这么说别人，那为什么别人不可以这么说你呢？胖女孩一下子被小萌萌对得说不出话，她身旁的几个女孩也露出极为不满的神情，而丽佳则是上下打量着顾灵烟和小萌萌。你们是顾家的孩子，厉悠悠本身就是从偏僻又脏又臭的乡下来的，你们不知道他刚来的时候皮肤有多黑，样子有多难看。我们不愿意跟他玩是有原因的，但凡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没有遇到好事情。他常年待在医院里的妈妈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劝你们也不要跟他总待在一起，要不然你们也会变得跟他一样不幸。不是的。悠悠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多少难听的话，但都没有此刻来的让人心口痛到喘不过来气。我妈妈才不是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她不知道有多想看到我，我也很想看到她。你说的都是假话。悠悠一时间有些慌了，她太在意妈妈，也太在意家人。悠悠无措地看向小萌萌和顾灵烟，希望在他们不要听信丽佳的话。你这个人讲话可真难听，恶语重伤他人。你虽然没有打他，但却在学校里孤立他，还编造瞎话，让所有人都远离他。依我看，你才最心底最坏的那个人，你在霸凌他。姐姐说的对。还有，学校里面有老师，悠悠有同学，也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被你的话鼓动，不跟他玩。在我看来，悠悠可好呢。顾灵烟义正言辞，指着丽佳和她的几个小跟班道：“我知道你们是谁，也知道你们是谁家的孩子，你们的爸爸都害怕我的爸爸。我跟你们说，如果再让我知道你们跟着他欺负悠悠，那我就让我爸爸也不让你们的爸爸好过。”顾家在这座城市里的地位，即便小孩子不清楚，大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些孩子上学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家长耳提面命，千万不要招惹顾家的孩子。尤其是那个刚刚回到家里的顾萌萌。丽佳，要不然我们就算了吧，马上就要上课了，他们愿意在这里玩就在这里玩，那边不是还有空闲的滑梯，我们就去那里吧。丽佳憎恶地盯着悠悠，被悠悠的眼眶给瞪了回去。
哼，李悠悠，这次先放过你，咱们走着瞧。走着瞧还能怎么样？虚张声势。哇，糖糖，你刚刚说的虚张什么？虚张声势，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已经落了下风，还要放狠话，强行找回面子。哦，那不是很丢脸？他就是很丢脸。顾灵烟瞥了一眼浑身气息低沉的厉悠悠，对糖糖问道：他们总是这样？谁们？你是说厉家他们？厉家他好像没有别的事情做，每天上学就是为了来找悠悠的麻烦。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明明她是悠悠的姐姐，还总是欺负她，可真是有够讨厌。那老师和家长他们不知道吗？小萌萌看着悠悠的样子有些心疼。老师是知道的，但他们也只是偶尔阻拦一下。但悠悠的爸爸和哥哥们，我爸爸、哥哥他们知道的，只是不知道他被厉家欺负的这么严重。萌萌姐姐、灵烟姐姐、糖糖，要不你们也不要跟我一起玩吧？为什么？难道你还真的信了他的话？悠悠使劲摇头。不是的，是他说你妈妈你难过了吧？一直蓄在眼眶的泪终于落了下来。厉家说的其他什么都不是真的，但我妈妈她……悠悠的妈妈确实是因为过度思念悠悠，一病不起，越来越严重。你不要听她的，我们都觉得你很好，姐姐也觉得你很好。悠悠，你想想，你的爸爸和哥哥们，他们有讨厌你吗？悠悠思考了下，没有，爸爸和哥哥们都很喜欢我。那不就得了？只要你的家人在乎你，喜欢你，其他什么人怎么看你，其实就不重要了。姐姐说的对。萌萌拉住悠悠的手。悠悠，他们说你臭，说你脏，说你是乡下来的。他这样说，其实脏的是他。悠悠，你很好，难道你忘了从前我们一起挨饿，是你分给我的面包，我才没有被饿死。所以悠悠才是最善良的人。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谢谢你们跟我做朋友。幼儿园外，简元星和他找来的人一连在幼儿园外面蹲守好几天，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小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认领自己的植物，以后这些植物是否能开花结果或者枯萎，都是由你们负责了。植物房内，幼儿园老师领着所有的小朋友认领自己喜欢的植物，好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爱心。姐姐，这个花好漂亮。这个花太大了，老师既然让我们挑选，那我们就要选合适自己的。你选的这盆花，妹妹你自己能够抱得动吗？萌萌好像真的抱不动。那姐姐，你看看这盆。萌萌认着挂牌上的字，碰了一下绿色的叶子，小草就神奇的卷缩回去了。含羞草，姐姐觉不觉得这个含羞草有些像悠悠？顾灵烟伸手碰到含羞草的一瞬间，鲜嫩的叶子立刻卷缩。是有一点像悠悠呢，不过悠悠并不像含羞草这样，我觉得她还是很勇敢的。悠悠那么善良，上课又那么努力。另一边，悠悠盯着一盆开花的仙人掌发愣。悠悠，你在看什么？我在看这株仙人掌，明明这么多的刺，却开出这么美丽的花。仙人掌的刺是为了保护自己，沙漠里水分少，生存环境差，它为了保护自己的花，才生出了许多的刺。植物为了保护自己的花，所以生出了刺。那厉家那么针对自己是为了什么？一个身影却悄悄挪到了悠悠的身后。你在干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们在这里堵着不动，我不过是碰了他一下而已。碰了一下。糖糖小心捧起悠悠扎满了刺、鲜血直流的手。你只是碰了他一下，就把悠悠害成这样，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故意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故意的？悠悠已经疼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莲，你这个人简直可恶！你马上给悠悠道歉！道歉？我哪里做错了？为什么要给一个乡下来的人道歉？对呀，这个乡下的臭人堵在那里，说不定是他自己的手碰在了仙人掌上面。厉家冷哼，我也觉得张宇不是故意的，扮柔弱装可怜。李悠悠不是一直都喜欢这样吸引别人的关心吗？他们这些人让悠悠受伤还不算，竟然还冤枉他。我没有，张宇，就是你故意推的我，你应该给我道歉。如果你拒不认错，我就会告诉老师，让老师告诉你的家长，你在幼儿园里都做了什么。听见悠悠要让老师告诉家长，张宇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坚持不给悠悠道歉。这边聚集了不少人，小萌萌顾灵烟也被吸引了过来。悠悠怎么了？你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小萌萌的同桌乐乐指着张宇，就是张宇推的他，我看到了。对，我也看到了，明明有那么宽的路他不走，非要走到这个小朋友的身后推他一把，他流了那么多的血，我看一定得告诉老师才行。
我们每天都要上学，悠悠还总是这样被欺负，被丽佳他们针对，光跟老师说可不行，我觉得得要找幼儿园院长解除掉根源才行。哼！自大的丽佳冷哼了一声。妹妹，精灵，你们赶紧让老师送悠悠去医院。糖糖、乐乐，你来跟我去找院长，把你刚刚看到都跟院长说。好的。幼儿园外。那个女人让我们抓的小孩是哪一个？4、5岁的一个丫头，你那天不是看到了吗？她是给我们说了没错，但过去几天了，我哪里能记得长什么呀？你不记得，我可记得，就是个穿粉色裙子、长得蛮好看的丫头啊！你看有车出来了，抱上车的那个女孩是不是穿粉色裙子的？还真是，走，咱们赶紧跟上。车子一路疾驰到了医院，悠悠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阿姨，悠悠她怎么样了？小朋友，别害怕，他的手是因为被刺扎伤了才会出血，等把刺挑出去就好了。那刺要一根根挑吗？当然了，挑完了刺要消毒，这样伤口才不会发炎。要一根根挑，那要很疼的。悠悠这么疼要怎么办呀？萌萌，我没事的，我不疼。这点疼跟他以前经历的相比，确实算不得什么。好了，可爱的小朋友不要太紧张了，悠悠同学马上就要处理伤口了。医生阿姨，只能悠悠一个人去吗？我不可以陪着吗？小朋友不可以的，处理操作需要尽量满足无菌环境，请你相信医生阿姨和护士姐姐，一定不会让你的好朋友痛到的，好不好？萌萌，我没事的，我不害怕。可是，好了，萌萌同学，你就等在这里，悠悠处理伤口的时候，老师会陪着她的，你就在这里等着她，好不好？半个小时后。我的妹妹去哪里了？你作为老师，在学校里没有照顾好她也就算了，怎么能到了医院里人还能弄丢了？我陪着她去处理伤口，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个转身再回来她就不见了。那你还不快去找悠悠的哥哥，悠悠一定会没事的，要不然你给我的爸爸打个电话。你爸爸顾先生。厉兆宇赶来医院，发现悠悠失踪的时候已经联系了家里，但他怎么都没想过要去联系顾家。联系顾先生，刚想打电话，顾叶白就打来了。喂，你好，我是顾叶白，你的妹妹找到了。萌萌的亲妈到头来还不死心，居然还想用萌萌的肾脏做配型，却没想到抓到的不是萌萌，而是长得像萌萌的悠悠。咱们来瞧瞧。终于把这个臭丫头抓到了，答应给你们的钱已经给你们转过去了，现在给我把她抬起来，我要把她送到肾脏病科做配型。简元新的病已经迫在眉睫，他能从看守所出来，并不是因为作假，而是真的突然患了重病。肾脏病科，我们只是答应帮你从幼儿园抱个孩子出来，可没答应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犯法的事。你这个女人可别是搞什么倒卖器官的事。你这是什么话？不管怎么样，她也是我的女儿，我要的不过是她一颗肾而已。两个坏蛋心里满是疑问，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从未听过这样丧心病狂的话，将本来就受伤的女儿偷偷抱走还不算，竟然还要她的一颗肾。你们那是什么眼神？她是我生的，如果没有我，哪里会有她？我又没有要她的去死，只是一颗肾而已。行了，没有用的废话就不要说了，这件事如果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你来负责？厉兆宇和顾叶白突然出现，后面跟来的保镖迅速把悠悠从坏人的手里抢了过去。顾叶白，你怎么会出现？你放心，我不是来找你的。顾叶白一眼都没看简元星，我的人一直在暗中保护萌萌，这个女人的本来想带走的是我的女儿，阴差阳错带走了你妹妹，你先看看她有没有事。厉兆宇抱起已经昏迷的悠悠反复检查，见没有明显的外伤，松了一口气。多谢顾先生，如果悠悠出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爸爸交代。你见外了，我跟你的父亲本就私交不错，况且这件事怎么说都是因为顾家而起，多谢的话先不用说，你先抱着你的妹妹见医生。那顾先生，我带着悠悠先走了。简元星见到既然不是小萌萌，瞬间发狂。萌萌呢？我女儿呢？这不是萌萌。两个偷走悠悠的坏蛋也彻底懵了。什么意思？抓错了。顾叶白，萌萌呢？你把那个死丫头弄哪儿去了？弄哪儿去？顾叶白强压怒火，我倒是想问问你，你3番5次来陷害萌萌，这次是为了什么？是想要她的肾脏好让你继续活命吗？你都知道了。上一次萌萌差点死在你的手里，到现在漠然的记忆都还没有恢复，你以为只是把你放进看守所里，我跟洛心就会放心？洛心？简元星冷笑。顾叶白，我跟你到了今天，就连我得了肾衰竭，你对我的看法都没有半分改变，你责怪我抓走萌萌，难道我想活下来有错吗？你想活下来没错，但你不该打小萌萌的主意。我知道你根本不在意她不爱她，你这个人当初为了威胁我，不顾她的生命绑架她，现在还想抢走我女儿的肾。你总说我不爱你，把怨气全都归结于小萌萌和洛心的身上，但你从来没有检讨过自己。像你这样没有良知，不懂什么是善良的人，我不可能喜欢上你，也不可能爱你。这些话是我看在你快要死了的份上才给你说的。来人，把她送到病房，没有我的允许，除非她死了，否则不许她踏出病房半步。简元星大喊。顾叶白，你怎么会对我这么狠心？难道你忘了我还给你生了个女儿，你现在最喜欢的
女儿小萌萌就是我生的。怎么可能啊？如果不是看在我女儿萌萌的面上，你这种女人不可能再三出现在我的面前。顾叶白再也不想听简元星说一个字，摆了摆手让保镖把他拉下去。至于那2个笨蛋坏人则被保镖压了下去。刚走到肾脏病房，简老爷子就已经出现在病房门口，而小萌萌也站在他身边。简老爷子，您怎么突然来了？简老爷子见自己憔悴的简元星被保镖拖着走，叹了口气。叶白，元心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女儿，她变成今天这样，作为父亲，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简老爷子，爸爸，悠悠怎么样了？她有没有受伤？顾叶白蹲下，萌萌放心，悠悠已经没事了，稍后爸爸带你去看她。悠悠没事就太好了。叶白，顾叶白直起身。简老爷子，上次简元心绑架萌萌的事，您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又要来害萌萌，即便您要求情，我也不会答应。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想说的话也不是为了他求情，他做的那些事，你们不原谅他也是应该的。萌萌是我的外孙女，是我的心尖宠，作为外公，我也没资格替萌萌原谅他。简老爷子看了一眼简元星，我想说的是，他得了肾衰竭，如果没有适配的肾脏，他可能就活不长了。简老爷子你……简元星下意识想到简老爷子要说什么，挣扎着喊：老东西，谁要你的可怜？你当初那么对我和妈妈，根本没资格做我的父亲。你变成今天这样都是我的错，你这么年轻，我知道你很想活下去，我是你的父亲，你想要换肾还是不要去夺小萌萌的了。外公，简老爷子，叶白算了。简老爷子口气惆怅，人这辈子长着呢，何必冤冤相报？我都活了这么大年纪，早就够本了。况且人的肾都有2颗，她是我女儿，我欠了她责任和父爱，那1颗肾给了她又能怎么样？既然您这样想，我尊重您的决定，只是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我答应你，换肾之后，我会把她送到国外去，直到我死了闭眼之前，她不会再回到萌萌身边兴风作浪。外公，萌萌啜泣着，虽然不太懂换肾是什么概念，但他隐约明白，这将对外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乖宝。简老爷子抱起小萌萌，乖宝不要伤心，外公只是还他一些东西，还完了也就不欠他的了。可是你……不知为何，小萌萌脑中出现胡楠楠躺在太平间的场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外公，你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肾给他，萌萌不想你再变得身体不好。简老爷子哄道：不会的，外公最多在床上多躺一阵，以后还是会一直陪着萌萌的。小萌萌眼含泪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所以乖宝不哭了好不好？第二天，萌萌顾灵烟刚放学就按耐不住跑到厉家按门铃，来了。管家很快过来打开了房门。顾小姐，萌萌小姐。萌萌，灵烟姐姐，你们怎么来了？顾灵烟拖住悠悠的手查看。悠悠，你觉得怎么样？还疼不疼？悠悠摇头。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疼，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悠悠被坏人蒙着嘴带走，当时也只是昏了过去。真的？怎么会不疼呢？打针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而且你的手上那么多的刺，怎么可能不疼呢？疼当然是会有一些的，虽然当时护士给他打了麻药，但悠悠还是能感觉一些疼痛。他这样说只是不想让萌萌姐姐担心而已。真的不疼？萌萌，灵烟姐姐，我听三哥哥说，其实那些坏人本来是要抓萌萌的，是因为我跟萌萌的衣服一样，所以才抓错了的。是这样的，而且下令偷走你的还是萌萌妹妹的亲妈妈。真的是她。早先小萌萌和自己一起挨饿的时候，悠悠就隐约知道一些，萌萌的妈妈对她非常不好。